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战争，看到上海的极端清零跟封城，然后看到北京摇摇欲坠，可能也要步上海的后尘。我们看到的是专制的体制下权力的一个滥用，权力的一种扩张。所以我们因此要更懂得珍惜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权这样的对权力有所制约、有所监督的一个体制。啊，不然你现在看到以中国大陆的情况来讲的话，就是维护权力的稳固啊是最重要的，叫维稳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他不会真的在乎老百姓的那个利益啊、生死啊这些，他都不管。好，死人的话无所谓，他甚至于说这么14亿人口死个100-200万，等于是零头。这种概念哦，这样的政府，就是说我们用个比喻，黑道要跟你比做生意，他比不过你。他要求你的那个和平安全，为了和平安全付保护费给他，类似这种概念。他用权力来思考，包括普丁、习近平都是用权力来思考，对内控制镇压，对外的话扩张侵略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，从乌克兰到上海到中国，情况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权力的危害。啊，他实力壮大之后，想要破坏国际秩序，挑战规则，想要跟你争夺霸权。用民族主义来支撑他的这个权力基础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跟俄国的情况。尚博律师，看到那个俄乌战争哈，那美国现在从帮助乌克兰自卫到帮助乌克兰胜利，我觉得是个好的转变。马斯克就不用大喜过望哈，对他基本上我不认为说有突破性的发展，绝对的权力，绝对的腐化，这个是人性的表现。更重要的是北京这个事情。跟上海去一起，就是上海、北京要不要在上海了？好，其实上海，你看“上海”这个字，如果你在网上查，我先按住不说的那个答案呢，是一个动词来的，英文单字啊，英文单词“上海”小写是一个动词来，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网上查一下。那但是可以看到是北京是不是真的要上海了啊？我觉得是肯定会，已经开始了。你看那个有几个大的胡同都已经封了，所以从区封到胡同一个小板块，再封到那个每户里面是会的。但是你看到北京多少例，50几例而已啊，就是几十例。上海每一天是死的已经50几个，但是它1万多个，接近2万个确诊嘛，不是确诊感染，包括确诊跟无症状嘛。所以你看到那个情况不一样。但是北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要事先来做全民普筛。几千万人、几百万人在路上排队，是集中感染这个冤首。那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大，所以我看从政变跟那个官民矛盾，我刚刚分析了很多事情，希望北京人自己保重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这个如果对于这个体制不加反省，那也是没有用的。希望大家能够觉醒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，请留言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那么，感谢各位呢长期对我们的支持。新闻大破解团队呢将持续为您制作更优质的节目。